大家好，这年头顶流当灾，自然有人开心。我指的还不是那些黑粉，黑粉们毕竟也是能量有限的工具人而已。而这些工具人出完力气、出完功，搞砸别人、搞坏事之后，便没有了他们什么事儿了。剩下的就是那些操纵工具人或者说买断工具人的黑手，便开始下山摘桃子了。众所周知，赵丽颖和王一博因为野蛮的项目，两家的粉丝被人突然之间造势，掀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微博大乱战，搞到中央出面难堪的收场。两位完全无辜、莫名其妙的当事苦主，更因此陷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低潮期当中。刚刚离婚的赵丽颖一时之间出镜暖身、拉提人气的机会更加的少了。中秋晚会居然还被安排到了一个堪比布景板的所谓群星的小角落里。王一博则更加因为单改的原罪，甚至连中秋晚会的机会都被毫无征兆的临时给刷了下来，两个人都冤的不要不要的。说到这儿，大家也都知道我想要说些什么了吧？那就是那个野蛮的好项目，跟着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终于换人了，也就是那个往好了说是个群众要求实力救场的人，往坏了说也就是个下山摘桃子的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回顾一下我之前的视频，都有与别不同的详细的解释。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个下山摘桃子的人因为顶流倒下了一大片，所以掉在地上的桃子实在是太多了的话，那该怎么去捡呢？是捡了桃子 A 丢掉桃子 B 呢？还是捡了桃子 B 丢掉桃子 A 呢？这个头痛事的话，换作是您又会怎么去想呢？总之，赵丽颖自己就头痛死了，就是因为碰上的这个摘桃子的人居然还能三心二意，还能玩出花了。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尽快的把握机会，尽快的野蛮进组，尽快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关心野蛮生长和赵丽颖、王一博，甚至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赵丽颖粉丝造反事件发酵之后，野蛮生长的资方迅速安排了年轻有为的资源咖欧豪来当这个消防员，来救这个场面。问题是，天底下那么多优质的，而且还都是抢崩头的候补男演员，为什么偏偏这个突然之间冒出来的跨界人选成为了不二的雀屏首选呢？这个问题我还是交给您来回答吧。如果您看过了我之前的视频中的分析，您肯定有心目中的答案的。今天我想说的是，欧豪的流量本来就乏善可陈，毫无帮补，他在演艺界的咖位也实实在在是段位一般。谙熟一落江湖的人都明白，他的履历虽然是超级的亮眼，却也非常的不完整。所谓超级的亮眼，就是因为他的资源真的是能通天，跟流量基本上无缘的他，居然能顺利的捞到了正义之王长津湖的那个特种功臣杨根思的相当牛逼的角色。相信不少人都是满脑子的黑人问号，匪夷所思。要说那个同样在长津湖中一战封神的易烊千玺，人家可是正经八百的通过了实力的验证，并以此一步一个脚印的踩着实力和运气的垫脚石冲上了顶级流量的。两相一对比，相信您脑袋里的问号会更加的多了。所谓欧豪履历的不完整，我就不多说了。您如果非常的感兴趣的话，我当然可以另外的讲上一期视频，只是真的视乎大家的热情。因为一份不完整的履历，似乎感兴趣的人
也不一定会多。总之，他能化身为资本的宠儿，拿到了任何想要的资源，这是那些依靠双手打拼出来的人压根儿就没法去想象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资源那么好，为什么欧豪不能像易烊千玺一样一战爆红，二战封神呢？在我看来，一则是资质，二则是受众，三则是玩心。资质就不消说了，受众就是那些容易打动、容易圈粉的人。没有受众的爱戴，没有群众的基础，就注定是一个万年不会红的景甜 2.0 了。也就是说，即便有资本力捧，可以招呼所有的顶流做配角，也还是一个花瓶的摆设的主角。至于说玩心，这是最让赵丽颖头痛的事情了。如果欧豪资质欠缺，受众欠缺，其实都无妨，因为有实力救场的赵丽颖也是百炼成钢了，小场面能修，大场面能补，这就是赵丽颖都不在话下。问题是指望欧豪无缝衔接起赵丽颖的对手戏，难度真的是很大，因为他的玩心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首先，聪明的赵丽颖作为整个造反风波的最大的受害者，心里面比谁都明白事件的背后和目的，因为大家都是吃这口饭的，没人不懂得资本的下场操作方式。因此，赵丽颖一开始就明白欧豪突然空降救场的目的。问题是说的好听，不如做的实在。欧豪的空降因为前后的编排实在是太过容易了，所以他的浮躁的心态注定也会不一样了，而且还表露无遗了。其实不光欧豪，谁都一样，奋斗得来的东西都会弥足珍贵，倍加珍惜的，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们，各种的挑剔都是必然的、必须的。所以欧豪的各种敷衍的态度和玩票的心态，冰雪聪明老于世故的赵丽颖看在眼里，自然也是明明白白的。毕竟赵丽颖就是从群演的道路上拼出来的，就是从别人的眼色中熬出来的，所以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眼色、什么样的态度都是明明白白的，没有谁是傻子。所以赵丽颖对资源咖的空降注定是看不惯的，有意见的。其二，欧豪方面既有资本的靠山，也很会做公关。在得知大女主赵丽颖对自己的各种担心和不满之后，欧豪就马上通过强力的中间人跟赵丽颖直接对话和接触，信誓旦旦地表示说自己不会要求剧改、搞事儿、误工等等，一定会极力的配合赵丽颖，努力去完成这个项目的。众所周知，赵丽颖向来都以大局为重，即便有时心生不满，也通常会放下抱怨，全力去做好自己。即便她不怕事儿，也不想去挑事儿。毕竟欧豪是博纳影业的新宠，而且还和赵丽颖的合伙人李冰冰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利益的纠葛。其三，重点来了。当识物的赵丽颖无奈看到欧豪背后那明晃晃的资本势力，也无奈地默许了他的空降加盟之后，这个玩心极重的欧豪却又发现其他的桃子或许更甜更好吃之后，现在又要玩出新的幺蛾子出来了。欧豪在顺顺利利摘到野蛮的桃子之后，现在又想着要去摘张哲瀚的桃子去了，要去接拍那部主旋律电影《维和部队》去了。因为顶流张哲瀚在该剧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戏份很多，所以任性的欧豪现在企图两个桃子都要，两边的好处通吃。说到这儿，您终于明白时代正剧《野蛮生长》幕后那些我一直都懒讲的陈皮烂事了吧？也同时明白了各种花式官宣无限延期的始末由来了吧？总之，变数还不止这些看得见的，
还有那些看不见的，还有更多更多。现在的赵丽颖也是敢怒不敢言，现在赵丽颖必须空转自己宝贵的黄金档期，要干等那个无比任性的欧豪吃完那边的桃子之后，才能正式的进组。资本以及资本的宠儿永远都是最强的主宰，这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的笑话，更是冰冷残酷的现实。所以我常说，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变数时时都存在。欧豪就是野蛮的变数，是赵丽颖的变数，也是云匪合体的变数，谁都讲不准，因为任性的欧豪突然弃剧也是有可能的。到目前为止，整个赵丽颖的团队以及野蛮生长的剧组全员上下对资本以及欧豪的不满已经彻底拉满了。桃子和韭菜有时都是一码事儿，碰上一个喜欢玩票的，所有人都得跟着遭罪，即便这个人基本上没有抗拒的能力、耐力和实力，但资本的决定权永远都是最后和最强的主宰。这种无奈感，王炸弟弟王一博也好不到哪去。做顶流不易，陈情令大火之后，王一博继续通过综艺主持人的高阶方式，继续着粉丝们和观众们的厚爱和支持。问题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所在的天天向上也随之成为了举报的对象，包括他的主持人身份。话说，一个爱豆出身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主持人的证书呢？而且内娱圈当中没有主持人证书而照样上岗就业的人也不在少数。现在光拿着王一博以及天天向上说事儿，很能说明背后的问题，只能说明他们彼此之间都被牵连到了。现在天天向上节目组和王一博都特别的低调，以免留下把柄被人翻车。在最近的一次采访当中，当被其他的主持人问到主持天天向上的敏感的话题时，聪明的王一博想都不想的直接一笑的纠正说，我不是主持人。这种的小聪明和反应我要给满分，可见王一博很懂得及时去调整端正，并时时刻刻的谨记自己的位置和心态。毕竟任何的高调和浮夸，甚至心里面的怨气和真实吐露的心声，都必须收敛和隐忍，因为从主持到嘉宾是一种被迫退后的无奈的选择。然而给人抓到了社死的把柄，那就退无可退了。现在娱乐圈的江湖已经被乌云和黑手彻底的笼罩了，机会虽是桃子，艺人也是韭菜。人在这样的江湖，注定已经身不由己了。无论是赵丽颖还是王一博，他们在这么一个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大舞台上，要么等待，要么隐忍，否则他们又该如何在梦想的道路之上继续仗剑行走，快意江湖呢？最后祝愿大家一句话，也就是天天难过天天过，心怀美好笑呵呵。这话同样也献给天天都不容易的王一博和赵丽颖。如果你有心里面的共鸣，不妨在评论区当中写下2个字的短评吧，也就是坚持这2个字。因为黑夜再长也长不过坚持，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云粉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顺利的进组，野蛮的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多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集起来的话，就是积聚天上财富的，打造人间传奇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点亮黑夜，带来惊喜，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你所憧憬和祝福的事情和人，
包括这次总在反转的野蛮生长，以及终于变身为主流的硬汉王一博。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